在《甄嬛传》中，送礼达人嬛嬛也有失手的时候，两只名贵的甜玉钗竟成了害她小产的幕后推手。众所周知，嬛嬛的送礼艺术是很强的，送礼成功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。例如，她送方若一管罗子带，霉运世间的困局分分钟化险为夷。在求妆台上拿一管罗子带给方若，就说她在御前行走，眉毛淡了不好看。再比如，他给大胖菊送的莲叶羹和藕粉桂花糖糕，直接勾起了一波回忆杀，助推甄嬛大封六宫。大封六宫，甄嬛占尽了便宜。可以说，嬛嬛情志双高，送礼很少失手。只是这一次阴沟里翻船，栽在了安小鸟手上。当时，甄嬛和安小鸟都不约而同的各自给大胖菊送了一件睡衣。皇上，碎雨轩和延禧宫各送来寝衣一套，请皇上过目。安小鸟呢，绣工好，她的苏绣是她的娘亲手把手教的，水平远超宫里的绣娘。小主绣工真好，绣院里最好的绣娘都比不过小主呢。连甄嬛都说，若是换上玲珑的刺绣，定是比我好上10倍。宝子们仔细看，安小鸟做这件睡衣时，所有的重点都在金龙出云的图案上，拆了缝，缝了拆，把刺绣功夫做到了极致。但嬛嬛不同，她的绣工虽然不如安小鸟，可她的这件二龙戏珠选择的衣料舒服呀。结果第二天，纯儿就给他们二人带来了大胖菊的用户反馈，对安小鸟的评价是不是喜欢朕身上金龙出云的花样？你要是喜欢，朕就让人绞下来给你吧。言下之意就是绣工不错，但没什么感觉，送人就送人吧。安小鸟当时脸色就不好了，还追问了一句然后呢？但大胖菊对甄嬛的睡衣却说，皇上还说了，他特别喜欢二龙抢珠上的料子，说就得这样才贴心和舒服呢。夸得甄嬛害羞的一笑。大胖菊喜欢她做的睡衣，甄嬛当然是高兴的，也不知纯儿是有心还是无意。安小鸟的头都这么低了，她还在继续嘲笑安小鸟，把安小鸟那颗脆弱的玻璃心摔了个稀巴烂。那是不是那件金龙出云太小家子气了，皇上不喜欢？定是绣院的绣娘们做的。安小鸟的刺绣是她最大的好处之一，也是她的自信和底气，到头来却被人嘲笑小家子气。安小鸟顿时一口气喘不上来，一脸自尊被冒犯的表情。安小鸟的不高兴，甄嬛也看出来了，赶忙站出来打圆场，让纯儿去端梅花糕给安小鸟赔罪。我让小厨房蒸了梅花糕，你快去瞧瞧好了没有，若是好了，端来给你安姐姐尝尝。不过安小鸟并不领情，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婉拒了甄嬛的好意，就回自己宫里哭去了。她给皇上做的寝衣，皇上便说她的料子好，穿着舒服，我的便可以随便讲了送人。甄嬛呢，也知道纯儿口无遮拦，戳到了安小鸟的伤心处，便拿了一对和田玉钗来，让锦汐拿去给安小鸟以作安抚。不得不说，甄嬛的本意是好的。宫中真心的姐妹太少了，别叫她难受。送一份珍贵的礼物给自己的朋友道歉，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那甄嬛这份礼到底哪儿出了问题？第一，甄嬛了解安小鸟的性子，知道她敏感脆弱，所以和安小鸟说话时，甄嬛总是小心翼翼，怕安小鸟听了多心。就因为她心思细腻，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敢轻易在她面前说些什么。殊不知，所有刻意的照顾和回避，在安小鸟眼里都会变成甄嬛不信任她，不愿意和他交心。更好的方式是甄嬛开诚布公的跟安小鸟把话说开，防止产生误会，而不是随手送个礼物就指望安小鸟大度一点，自己解开心结。第二，甄嬛一出生就是尊贵的世家嫡女，格局、心胸、见识都远超安小鸟。为人处事这块也是沉稳大气、落落大方，不至于钻牛角尖去计较一些小事，所以她无法设身处地的站在安小鸟的角度思考闺蜜会怎么想。在处理这件事时，她只站在了自己的角度，有些想当然的觉得，我都把这么贵重的和田玉送你了，你就给我个面子，别计较这些小事了，行不行？做法大气，锦汐也夸了，说小主为了安抚安常在，真的是费尽心思啊。这要是换成梅姐姐，肯定能 get 到甄嬛的意思，不会想歪。但是安小鸟不会，她只会觉得甄嬛送来这对和田玉钗是种变相的炫耀和侮辱。可我与她平起平坐，同是皇上的嫔妃，这样好的东西，我连见都没见过，她却什么都有。第三，甄嬛送礼的时机不对。安小鸟落魄时，甄嬛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她，
她会觉得是雪中送炭，姐妹之情难能可贵。但安小鸟得宠时，甄嬛送她这么贵的差，在安小鸟眼里难免会有炫耀自己比安小鸟更得宠的嫌疑。知道我不高兴了，便赏我这个，赏我那个。人比人气死人，自危情节作祟，安小鸟努力争宠，只是想求一个平等，希望她在甄嬛面前可以昂首挺胸，有底气地说话。甄嬛的降维打击不仅会让安小鸟更自卑，还会让安小鸟更看不起自己。这种时候，无论甄嬛送她什么，安小鸟都会当作是可怜和施舍。后来我知道了，你待我好，对我处处照顾，施以援手，不过是施舍冷饭而已。更重要的是，安小鸟觉得甄嬛送她礼物并非出自真心，而是偏帮纯儿，替纯儿说话。她这哪里是为我，她是怕我跟纯常在闹气，才送这玉钗给我的。都说三个人的友情很拥挤，甄嬛身边有不少交好的人，缺爱的安小鸟当然希望甄嬛能多偏爱自己一点，让她的内心多点安全感。但纯儿年纪小，梅姐姐和嬛嬛又是一起长大的情分，嬛嬛很难一碗水端平。当看到自己的好姐妹如此维护另一个人，安小鸟的心里是非常不好受的。歪曲甄嬛的好意也不奇怪。诚然，跟安小鸟这样的人相处确实累，送个礼物都要想那么多。它就像一只受惊的刺猬，谁想拥抱它都会被扎一身刺。但这样的人同时又是渴望拥抱的。安小鸟对姐妹的要求很高，她需要有人不顾被刺的风险去拥抱她，给她温暖。甄嬛没做好，她就觉得甄嬛对她不好，所以感觉不到偏爱的安小鸟硬生生地推开了甄嬛。她给甄嬛的书痕胶里下了大量的麝香，最终造成了甄嬛的小产。此物中有极重的麝香，若每日取来匀面，不出3月便会小产。回顾整个送礼事件，甄嬛的错在于她没顾虑到安小鸟的感受，让安小鸟产生误解，好心办坏事。安小鸟的错更多，因为她若不肯打开心门，让别人进来，就只能缩在自己的壳里独自疗伤，没人能够理解她。同时，她若不肯接纳自己，哪怕她再能隔扇舞会制香，也无法快乐起来。祺贵人愚蠢，却实在美丽。甄嬛离宫3年，连个妃位都捞不到的瓜六，升职之路为何如此坎坷？要知道，一开始瓜六的起点还是很高的，满军旗贵女，家族带资进族，除了智商欠费，家世美貌哪样拿不出手啊？恩宠呢也还行，瞧他侍寝时钻被窝的熟练动作，大胖菊喜欢的紧。按理说，就瓜六这条件，在甄嬛离宫后的升职黄金期，高低得混个妃位当当。其实瓜六升不了职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行业不景气。你说这宫里的女人，怎么看多了就觉得乏味了呢？朕现在觉得看谁都一样。对于满宫嫔妃来说，大胖菊翻牌子的次数相当于他们的业绩量。每当大胖菊心情不爽，去后宫的次数少了，那嫔妃们这个月的 KPI 可就跟不上了。甄嬛离宫后，大胖菊的后宫没了华妃这道呛口的小辣椒，更少了嬛嬛这朵善解人意的解语花。大胖菊对这满宫里的女人也是腻了味儿了，所以翻牌子的次数并不多。你就说这个安嫔吧，大字也不识几个，唱个歌能让人觉得舒坦。齐嫔虽然也温柔殷勤，可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安小鸟多才多艺，尚且还要靠暖情香才能留住大胖菊的心。瓜六都没啥特长，还能维持和安小鸟差不多的恩宠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至于封妃，那是别讲了，大胖菊对他的恩宠绝对算不上是独一份，想不生娃就封妃，可能性基本为0。第二，瓜六除了美貌毫无特点，只懂毫无下限的讨好大胖菊，不会和大胖菊培养感情。不得不说，瓜六很会邀宠，受了委屈就对大胖菊撒撒娇。臣妾自打娘胎里出来，就没受过这种委屈。得了恩宠就和大胖菊卖乖。皇上，您听听臣妾心慌不慌？讨帝王欢心这一点，瓜六一直做得很好，这也是嫔妃的本分。可除此之外，瓜六就再也没有别的了。他和大胖菊的关系完全是各取所需，我让你高兴，你给我好处。这种相处模式，大胖菊和任何嫔妃都可以，毫无新意。此时我们再对比一下其他人，比如嬛嬛、华妃、梅姐姐，他们又是怎样展现自己的特点，让大胖菊牢牢记住他们的？要是走了，
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。满宫里敢这么和大胖菊说话的，唯有华妃一人。她爱大胖菊入骨，但绝不会因为爱一个人泯灭自己的个性。偶尔使小性子，大胖菊爱的不行。嬛嬛呢，满腹才情，一身傲骨。这几年的情爱时光，究竟是错付了。宁可出宫，都绝不接受他的情感施舍。大胖菊不知不觉就假戏真做，对嬛嬛付出了真心。梅姐姐最绝，说不爱就不爱，该放手就放手，做得让大胖菊想不记住都难。相比之下，瓜六简直被碾压的渣儿都不剩了。就是嬛嬛不在宫里，封妃这事儿也轮不到他。第三，瓜六的业务能力极差。作为安琪拉战队的一员，瓜六的业务和工作内容无非就是争宠、打胎和让领导舒心这3点。争宠这块我们刚刚也聊到了，瓜六和安小鸟半斤八两，大胖菊都不咋喜欢。那么打胎业绩呢？看看隔壁的安小鸟吧，人家用1盒香粉、几盒舒痕胶就完成了2单，剁了么业绩，办事儿靠谱，皇后很放心。所以本宫喜欢你，不是最美，可你聪明乖巧，忠于本宫。而瓜六一直到甄嬛揣龙凤胎回宫了，他的业绩都挂零，连皇后一手安排滴血验亲局，直接把业绩喂到瓜六嘴边，瓜六都接不住。他太不中用了。再来说讨好领导这块，瓜六的表现更拉胯了。你说说，都是皇后的员工，差距咋那么大？安小鸟哪次和皇后说话不是小心翼翼、谨慎拍马？臣妾愚钝，能得娘娘垂怜，一定忠心耿耿。瓜六倒好，回回在自家领导的雷区蹦迪，说话都不过脑子。臣妾家里有2个庶出的妹妹，臣妾和他们说不上话。First blood， 生下来算什么本事？养得大才算本事。double kill。天哪！我说瓜六啊，你这么说话，确定不是在内涵你的领导吗？这样的员工，皇后不开除他都是走运，还指望皇后会提拔他吗？别做梦了。第4，盲目站队，不给自己留后路。和祺贵人说话确实累。众所周知，职场站队相当于是一次风险投资，什么时候站队、站谁的队都有讲究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而且，但凡有点脑子的都知道，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。分散投资，至少能给自己留点退路。比如前期的曹琴墨，表面上曹琴墨是华妃的爪牙，为华妃出谋划策，实际上他另找下家，早知华妃不可依靠，也会在私底下帮一帮甄嬛，为自己跳槽做准备。很明显，瓜六远没有曹琴墨那么聪明。臣妾能够进宫，全凭皇后娘娘照应，否则想要伺候娘娘也不能了。刚进宫，瓜六啥局势都没有看清楚，就急着去保皇后这根大粗腿，一次性购入了全部的皇后股，亲手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交到了皇后手上。皇后一看都笑了，居然有主动上贼船的。没错，刚进安琪拉战队的时候，皇后的确给他谋了点员工福利，让瓜六捡了个平位。祺贵人阿么有功，又是满军旗贵族，是合适的人选。可一转头，皇后就赏了他一串红麝香珠，绝了他靠生育升职的可能性。在后宫向上爬的途径有2种，大胖菊的恩宠靠不住，有个孩子也行啊。甄嬛离宫的那3年，对于瓜六来说确实是最好的机会。只要瓜六在3年内生下孩子，以瓜六的家世和宠爱，母凭子贵，封妃还不是小菜一碟。可惜瓜六一开始就站错了队，皇后压根儿没想让他生孩子。没孩子的人，本宫用着安心。加之瓜六这3年来半点长进都没有，不是和室友新贵人争风吃醋，闹得同事关系紧张，就是和队友安小鸟内讧，搞得皇后满心烦恼，白白错过最佳的升职机会，也是情理之中。所以一直到死前，瓜六都只是个小小的贵人，职场黑洞实锤了。